今天才知道2根手指断胶带比剪刀还快，学会这招真的太实用了。每天分享精彩生活小妙招，简单实用围绕在身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大家在日常生活中，每次需要切断胶带时，都会习惯性的寻找剪刀呢？其实这些工具都是完全不必要的。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切断胶带的小技巧，只需2根手指，比剪刀还要快，真的非常实用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的操作步骤。胶布在现代生活中广泛应用，特别是在包装、检修、清洁等场所。但是，应用胶布后，胶带的残余物往往很难清除，给使用人带来一定的困惑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往往需要应用剪子等设备来弄断胶布。但是，应用剪子等设备不但耗时费力，并且可能对胶布造成一定的毁坏。撕胶带的技巧1： 2根手指撕扯法。撕胶带的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撕个胶带还需要去找工具，那就太麻烦了。教你一招2根手指断胶带的技巧，比用剪刀还要快速。先将自己的食指放在胶带的下方粘住，然后用大拇指掐住胶带的边缘，向下用力一撕，就能轻松断开胶带了。这个方法又快又方便，解决了很多人困扰的一个烦恼。方法2：在我们需要粘贴的胶带粘好后，将大拇指卡在食指处，然后顺势用力向下拉动，这样胶带就会应声而断。这其中的原理实际上是大拇指和食指卡住胶带并用力拉扯，在拉扯的过程中，由于胶带的质地较为脆弱，因此会轻易断裂。这里一定要卡紧，有一点指甲的话，效果会更好，更方便。透明胶带是由胶粘剂与薄膜组合而成的化学物质，其中胶粘剂为合成橡胶，是一种有毒物质。一般情况下，用嘴咬透明胶带未出现不适症状时，通常可无需处理。反之，如果出现了不适症状，应及时处理。对于正常体质的人群，只有在量的积累下才会出现质的变化，所以用嘴咬透明胶带时，接触有毒物质相对较少，不会引起机体出现明显异常现象。然而，对于机体较为敏感人群或对透明胶带过敏的人群，应避免用嘴咬透明胶带。生活中使用透明胶带时，需要尽量远离唇部，并及时纠正用嘴咬透明胶带的不良习惯，以免影响身体健康。胶带的剪开方法和胶带的材质都给大家分享完了，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胶带的生活小妙用。胶布基本上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，日常生活中经常用来粘纸箱等，一般一个胶布会比较大，有的家庭用的少的话，几年也用不完，时间久了，胶布里的胶就会变质不粘。胶布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除了用来粘东西之外，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用途的。第一个妙用，戴手链。现在很多女士都喜欢戴这种手链，但是我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戴起来会非常的麻烦，怎么戴它都戴不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胶带撕下来一点，然后粘在我们的手链一端，起到一个固定作用，把它贴在我们的手腕上，再戴的话就非常的方便了。第二个妙用，用胶带做标签。有时候我们需要给一些物品做标签，比如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等等，方便我们区分和管理。但是如果没有专门的标签纸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可以用透明胶带来做标签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纸上写上标签名字，然后粘上胶带。
放到水里泡一泡，搓掉纸张，就可以得到有名称的胶带，贴在需要标明的物品上就可以了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用自己喜欢的字体、颜色、大小来制作标签，而且胶带的粘性也很好，不容易脱落。我上学的时候就经常用这种方法给学习资料分类，贴在装着学习资料的文件夹上，既美观又实用。第3个妙用，清除衣服毛絮。秋冬季的时候，因为静电的问题，很容易在衣服上面沾染毛絮，即便拼命拍打，依然没有办法清理干净。面对衣服上面的毛絮，我们只需要一个透明胶带就能轻松搞定。操作也非常简单，把透明胶带有粘性的一面朝外，然后直接粘贴在有毛絮的地方，接着胶带在上面滚一圈。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衣服上面的毛絮都被透明胶带给粘下来了。轻轻一滚，衣服上面的毛絮就都没有了，轻松又快捷。第4个妙用，清理地板上的头发。有一句话说得很现实，哪里都有头发，就是自己的头上没有。头发是我们每天都会掉落的东西，尤其是女性朋友，头发长又多，掉落的头发更多。如果不及时清理，地板上就会堆积很多头发，不仅影响美观，也不卫生。用扫把或者吸尘器来清理，可能会漏掉一些细小的头发，或者会把头发卷成一团，难以处理。第5个妙用，清理窗台灰尘。窗台的缝隙如果长时间不清理，就会堆积灰尘，但由于缝隙比较小，我们的手指或是一些工具很难伸到底下，清理起来就很麻烦。而这种时候，我们可以利用透明胶的粘性来清理窗台的缝隙，将透明胶反向的揉成团，然后来回的擦拭窗台，这样窗台上的灰尘就被粘连出来了。第6个妙用，收纳小零件。生活中难免会买到小零件，比如钉子、螺丝、插销等小物品。然而收纳这些小零件却非常令我们头疼，不少人多锡纸和进行存放，但久而久之会生锈，而且难以使用。小零件不容易收好，容易丢失，但就算是能够收好，也比较麻烦，用的时候都要一个一个拿出来，这样不仅浪费时间，还容易造成丢失。零件平铺在透明胶带上，透明胶带粘合在一起，放进抽屉中储存就好了。取用的时候也非常方便，只要打开透明胶带就能拿到零件，非常简单实用，快来试试吧。透明胶带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，通过这些小窍门，可以更加方便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小麻烦。大家可以好好运用这些技巧，提高居家生活的便利性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